我好冷。忍忍啊，忍忍就好了。哎，这个死丫头，门也不知道关个牢，怕夹着尾巴吗？ 起来，起来，快起来！大家快醒醒！周叔，周叔！ 你戴上，哥哥。妍希，妍希，父亲，小史同我讲，说你回来了。我后半夜启程往回赶，看你没有在房间，我就知道你一定是到这儿来了。这场大火已经过去10年了。最近，我常常在夜里梦到你母亲。多谢您了，还能记起她来。这次回来能待多久？不走了。
好，明日你爱吃什么，吩咐厨房做。明日我还有事。那好，早点歇息吧。人没事就好，是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老钟啊，多亏了你了。哎呦，回老夫人不是我，是大姑娘，她正着把门开了，要不然我发现不了。老夫人，幸好您没跟我们睡在一块儿呢。这好好的，怎么都睡背过去了呢？烧木炭时屋里不能关紧门窗，若是烧得不巧，人是会闷死在里面的。不对呀，我们前半宿还在那儿聊天解闷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们睡下的时候，大姑娘还在外头呢。你明知道会闷死的话，干嘛把阁门关得这么死呢？不是我睡着以后又有人把门关紧了。不是你，大伙儿都睡着了，难不成是鬼啊？哎，大姑娘，你一时大意，夫人们又不会怪你，你硬着脖子不认干什么呀？秦姨娘，或许真的不是芷儿呢。那你倒说说呀，不是她是谁呀？是秦姨娘关的门，我看见了。哎，这个死丫头，门也不知道关个牢。李哥，你这会迷迷糊糊的，怕是看错了。不是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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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睡得跟死尸一样，不是我，老夫人，我冤枉啊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不是我。他是一个小孩子，平白无故的冤枉你一个姨娘做什么？我要不是为了这些孩子，早就跳井死了，我还在这里受你们冤屈。你就是个下人，装什么样子？当真不能发卖了你？嘿，二嫂，卖不卖他应该是我说了算吧？你的意思是李哥在说谎了？他有没有说谎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秦姨娘是你房里的人，秦姨娘当然是我房里看护她的，小孩子是不会撒谎的。别吵了！打！老夫人，我负您回发。二嫂，管好你自己房里的人。我的于远大将军死了。云散了，好多星啊！是啊，天容海色本称精。芷儿，今日为何爬上去解幡呢？因为他们都不愿意爬呀。我既会爬树，想来爬这个没什么难的。那么，周师们为何不爬呢？他们是不会吗？他们在争斗，在暴雨里、风浪里，各自为各自打算。可谁都不去做的话，说不准船会翻了呀。也说不准船不会翻。但倘若有人爬上了桅杆，稍有不慎掉进海里，或中了雷电，那就断无生机了。有了这样的权衡，他们谁都不肯为旁人去冒险。芷儿，你自有心思澄净，不知畏惧，有时候是好事。
但有时候就不是，不是力所能及的事，就不一定要去做。应知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祖父，我听不懂了。譬如今天这个事，你善爬树，便不假思索地爬上去。你头一次出海，对这情形一无所知。若有万一，你让祖父怎么办呢？又倘若你中途怕了、后悔了，又如何能回头呢？侄儿，你年纪尚小，前面的路还长，无论你如何抉择进退，都应该好好的想想，做与不做，为何要去做？只有心中有了抉择，路才走得明白。倘若叫你再选一次，爬上那桅杆，值得吗？自然值得，因为祖父在船上呀。侄儿可会怪祖父，小小年纪便随我四方奔波，历尽风浪艰难。这般日子哪里不好？侄儿想永远跟着祖父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可怜天生我侄儿是个女儿身，再长几岁，你便办不得书童了。祖父，那是北极星吗？对。昨儿我看见有人举个木牌对着星星看。那是潜星板。海天茫茫，要靠星斗辨明前路。只要找到正确的那颗星，最终就能抵达去处。花子，我眼下没有许多现钱，只能买到这些。过几日再给你们送来。多谢你了，我们就当这是一次救济，我们欠你一份恩情，以后就不必了。啊，不要紧的，我们两家本就该。就该。那日我已备好订帖。只等祖父回来就去你家登门，结果祖父一回来，就将订帖烧了，我才知你家出了事儿。昨日之事已成泡影，不再是说这些的时候了。我来吧。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侄儿，我们有救了，祖父能回来了。多亏了老太爷那几位仁义的学生，他们肯出面替咱们租房赁屋，过不了多久，咱们就可以搬回城里住了。买多少地花多少钱，这是你们好不容易带出来的东西都要当了吗？哎呀，这些不都是身外之物吗？再说了，我们也都商量好了。暂且呢，先忍一忍，什么衣服啊、床铺啊、奴婢都先不买了，省下钱来，赶紧的买地置屋。母亲，你的东西也都放进去了。是啊，你三婶说的对，我们这些妇孺坐拥财帛，若不快些折作宅子田亩，终究是守不住的，说不定呢还会引来祸事呢。是啊。这夜里睡着，丫鬟们的脚丫子都快蹬到我的脑袋上来了，这地方实在是住不得。是，去当铺换钱买地租房，这些事情我也能做，为什么要托付给他们几个啊？哎呀，你莫要胡说了，你一未出阁的女子，怎能同那些商贾们讨价还价呢？别管他，东西都在这儿呢，这将一半之数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哦，我这还有一些。
我既应了夫人们，少不得豁出去，做也得做，不做也得做。缺的钱我自去想法子补上，尽快让夫人们有个安身之地才最要紧。这可不是小数目。诸位夫人，陈某对天起誓，此间财物我分文不取。我一人做事，恐夫人们不放心，还是彼此有个监看才妥当。陈兄，我虽家贫，也愿为先生尽绵薄之力。若陈兄不介意，我便来做这个监督，我一分文不取。要不我也……沈兄，令祖令尊与花先生同朝为官，你还是置身事外的好。既要监督，那也应该是花家出人。哎呀，长辈谋事，小丫头别乱插嘴。我们这些女人们哪懂什么买房买地的事情呢？你们都是君子，平白无故的相帮，我们已经感激不尽了。哎呀，老夫人，昨天咱们还说什么来着？说不知道往哪儿找一个称门立户的男子，今天不就都来了吗？还一来3个，亦是否极泰来，逢凶化吉呀。陈郎君，夫人，我有一桩私事想问你。陈郎君相貌堂堂，又有一副好心肠，只是不知可曾婚配呀？在下惭愧，尚未婚娶。好，好，真好，真好。夫人，有劳了啊，辛苦慢走，慢走啊。钟叔，哎，你去跟着他吧。姑娘，看这个可适合你了。料子都是上好的。真仰仗陈兄了，你同我客气什么？我就忘了你险些做了花娘子的心绪。陈兄，此事不好玩笑，关乎沈兄的前程，日后千万别再提了。不要紧，造化弄人。你放心，我有分寸。沈兄，你快归家去吧，我与于兄把这些折成钱，这车明日再还你。好。我跟了他一整天，是我亲眼看见那个姓于的把一马车的货物都送进了当铺里，那个姓陈的也跟着回家了。辛苦钟叔了，只是明日还得继续跟着。好，早点休息吧。哎，您慢着点。哎，那沈家郎君送的吃食啊，明日便吃尽了。那也不知道他是早上送来呢，还是晚上送来。秦姨娘，你都嘴刁，真捡香了吃。哪有香的呀？都是些街市上的粗食，贩夫走卒都能买来吃的。从前府里那个平江府来的点心厨子，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这傻才！姑娘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快喝碗热粥暖暖身子吧。你喝了吗？我不饿，姑娘多吃些。福东，你的家当也都放进去了，是不是？是，我那点子钱也不管什么用，我就想着能跟着姑娘你们回城去，有张床睡，有口饭吃就够了。跟着我们已经没有床睡了，也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饭吃。三婶他们走投无路，劝是劝不住的。若真赔进去了，以后该怎么办？司使寻我来了，喝茶。属下事忙，没工夫喝茶。司使初来乍到，
若有不明白的，问我便是。巧了，刚好我有事向吴副使。3日前，你进宫见过官家。违背七秀司的规矩，绕过司使秘密进宫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少跟我来这一套！要不是我告了齐如海，你一个锦衣玉食的世子，哪里做得了这司使之位？得了便宜，倒来兴师问罪啊！你认得我？我在七秀司17年，皇都中没有我不知之事、不识之人。吴彦西，恐怕连你的家事都要来问问我。哦，那我倒想请教一下。成天8年，你刚满10岁，奉诏入宫，养在官家身边。灵王入山修行，从此远离朝廷。你可知是为什么？这事情啊，当年是我和齐如海亲自处置的。如今七秀司里知道的人，只剩我一个了。成天8年，我外祖家谋逆，官家不想牵连过多人性命。这才秘而不宣的，因此才保住了我母亲和朝中众多官员。官家既把我养在身边，这事我从小就是知道的。袁副使啊，原本我以为你只是品性卑劣，没想到你居然蠢到这个地步。你太小瞧官家，也太小瞧我了。恐怕你胜任不了这份差事了。把你的腰牌跟佩刀留下。袁副使，你以为拔刀就能有活路吗？不拔刀，你会留我性命？不会。小人罪该万死。还没轮到你呢。
把人给我叫齐，我训个话。你们一定想问，袁副使因何而死？这么多年，陛下一直视齐如海为左膀右臂，他一朝被打死，是因为前一日副使秘密进宫告状，揭发他构陷于我。他自是对我有恩，殊不知这恩是出自官家，而不是他。司使忠于官家，七秀卫便该忠于司使。京中之事，七秀司无所不知。我是谁，想必你们也心知肚明。除了这门我是谁不重要，可进了七秀司，我便是你们的司使。袁熙当差多年，掌握着无数人的底细命脉。他以为用这些要挟我便能换得性命，可是他想错了。因为官家给你们这份差事是用来守口如瓶，不是用来出卖邀功的。这种咬死了主人的狗，我绝不能留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七秀司臭名昭著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今日我既是司使，就得按我的规矩来。以前我怎么带兵的，现在我就怎么带你们。从今日起，七秀卫不可私下斗殴，不可欺压梁山，不可敲诈勒索。要是让我发现谁打着七秀司的幌子乱来，我先要了他的命。是。